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没了白鹿，周深秒变孤独的 AI 歌手；跑男没了白鹿，周深变孤独 AI， 观众呼唤快乐重启。2025年的奔跑吧少了什么？少了白鹿的牙龈消失术，少了周深的魔性鹅叫，更少了我们熟悉的那份综艺快乐。如果要形容这一季跑男的变化，那简直可以拍成一部人类快乐退化实验报告。当你看到曾经一假摔就能让人喷饭的白鹿缺席，节目中仅剩周深一人苦苦支撑笑点时，你真的会开始怀疑，我们到底在看一档真人秀，还是一个被编成的假嗨演视剧？少了白鹿，节目氛围宛如灵魂出走。曾几何时，跑男作为国民级综艺，每一集都能带给观众情绪上的狂欢，而其中最大的一股快乐催化剂，无疑就是白鹿和周深之间那种不可复制的综艺化学反应。白鹿的一抹大笑，可以立刻触发周深反应堆的高音警报，一假摔就能让周深发出水壶开锅的声音，这不是搭档，而是一种互动奇观。如今白鹿缺席，整个节目像极了失去了核心电池的玩具车。节目中依旧有人在奔跑，有人在游戏，可就是没有了那个笑点炸裂的瞬间，没有了让人会心一笑的互动设计。尤其是在猜歌、追击战这些环节里，周深孤身奋战，表情管理仿佛靠 AI 驱动，眼神空洞，情绪表演明显带有程序痕迹，更别提在水气球砸脸的时候，周深竟然只发出一个 0.5 倍速的啊音效，观众瞬间出戏，这不是搞笑，是模拟测试现场。强撑开机的周深，没人给他递情绪的球了。白鹿在的时候，周深像个永远充满电的喜剧反应炉，他一个表情，一个动作，甚至一句接梗都能触发周深的笑点喷泉。尤其是白鹿那标志性的露牙龈笑容，简直就是周深鹅叫的遥控按钮。两人的互动不需要剧本，不靠剪辑，全凭真实化学反应，带来综艺最纯粹的快乐感染力。而现在节目里再也没有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自然而然，没有那种笑点如泉涌的节奏掌控。郑恺在指压板上奋力跳大神，本以为可以引爆周深的狂笑模式，结果周深只是机械性的哈哈了2声，仿佛笑声带了滤镜。有观众吐槽，节目组是不是给周深装了假笑计数器？每集固定输出20次尴尬笑容，完不成还得补录。当一个原本靠情绪反射发光发热的艺人，变成了人形反应按钮，那画面真的让人心疼。就像手机电量只剩1%，还要强撑开机，不是因为还有用，而是怕关机就再也打不开。双人综艺灵魂 CP 不在，节目成了 NPC 自动巡航。跑男的精髓从来不是靠单个人，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配合和互动。白鹿和周深的组合像是综艺舞台上的化学实验，他们彼此之间的碰撞制造了足够多的火花，也让观众从看节目变成了参与情绪的狂欢。现在当这种反应被节目组拆分、打散，甚至变成盲盒里的隐藏款，那份快乐也随之隐退。没有了白鹿及时的牙龈输出，周深的笑声就像没有油的发动机，徒有其声而失了灵魂。沙溢依旧在讲东北段子，郑恺还是满场飞奔，但就是没人能真正引爆那个属于综艺的情绪高潮点。曾经的白鹿是接梗王，是氛围制造机，是节奏点的精准打击者。他不仅能被整时自带效果音，也能在整别人时精准接住每个笑梗。而周深在他面前几乎没有包袱压力，想笑就笑，想叫就叫，这种自然、真实又放松的状态，是所有综艺人梦寐以求的最佳拍档状态。
观众的情绪需求失去了回应。或许节目组认为明星换人无所谓，综艺内容依旧可以运作，但现实是观众并不只是在看游戏比拼，而是在看人的情绪变化与情感投射。2023年、2024年2季，白鹿和周深靠真实互动拉满了节目的情绪张力，他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流，每一次爆笑瞬间，都是观众情绪的映射。现在少了白鹿，周深像极了那种感应不到信号的机器人，他努力接收节目信号，却始终缺乏互动反馈。观众在荧幕前也只能发出灵魂拷问：这期我为什么一个笑点都没笑出来？更惨的是，这种缺互动的节目，不仅对观众是一种消耗，对嘉宾本身更是一种精神内耗。周深需要的不只是任务执行，而是情绪引导和共鸣回应。一档综艺不该让艺人成为被动型工具人，而应该是情绪流动的交互舞台。5. 白鹿才是真正的综艺主角，不是谁都能替代。这几年白鹿的发展有目共睹，他不仅在影视剧中打出稳扎稳打的一片天，在综艺中更是把甜美与疯癫融合得天衣无缝。他是能在泥潭里摔跤也能一秒反杀的机灵鬼，是能在笑声中带动全场节奏的节拍器。不少粉丝甚至戏称他是跑男综艺界的主角设定，他不需要刻意表演，不需要反复剪辑，每一个笑容，每一个表情都能精准击中笑点。当他缺席后，节目顿时缺少了一种人味儿，那种生动、真实、自然流露的综艺感，才是最难替代的东西。节目组不该低估观众的情感记忆力，观众会记得白鹿笑到变形的脸，记得周深鹅叫时的神情，记得那一幕幕让人发自内心大笑的场景。而如今，那些记忆正在被一集集没笑点的节目所稀释，甚至快要消失殆尽。6. 呼吁回归，观众不是在怀旧，而是在寻回快乐的本源。奔跑吧不是不能改变阵容，也不是不能尝试新内容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节目组是否真的理解观众为何爱这档节目。观众需要的不是纯粹的跑跳游戏，而是那种看着他们笑，自己也跟着笑的感染力。如果说白鹿和周深的组合是一道光，那2025年这季节目就是光熄灭后的黑暗空壳。没有灵魂互动，没有真实反应，没有快乐节奏，这档国民综艺沦为了机械执行的 NPC 剧本秀。我们不是在缅怀，而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需求，请把白鹿请回来，把他焊死在录制现场。不是因为周深撑不起节目，而是他不该独自承受制造笑点的压力。跑男的舞台需要节奏，也需要灵魂，而白鹿和周深就是那个最有灵魂的快乐源泉。结语：综艺的本质是把生活的喜怒哀乐呈现在镜头前，让人笑中带泪，真情流露。白鹿与周深恰好就是这一份真的体现。而现在，跑男不该继续走向程序化、假嗨化、情绪失联的方向。希望下一季我们还能看到那熟悉的鹅叫，那牙龈满分的笑容，也希望奔跑吧真的跑回观众心里。